22岁这年，我站在了金字塔顶端，执掌家族100亿基金。直到那个满口黄牙烂赌徒找到我，说我是被调包的假少爷。我以前是顾家的司机，自然有机会换掉你们。走，不是因为信了他的话，而是他眼里那种贪婪又无赖的光，像极了我在谈判桌上见过的亡命徒。如果不解决源头，这种人会像水蛭一样吸干我。你亲爹我最近手续备输了点钱，你是顾家的大少爷，手指缝里漏点都够我翻本的。别想着搞小动作，这鉴定是真的。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去找媒体，让他们看看光鲜亮丽的顾总其实是司机的种。在豪门，血统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。一旦身世曝光，董事会那帮老狐狸会像闻到血香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。500万是吗？对，必须现金，以后每个月还得给我10万养老费，那是我把你换到顾家享福的报酬。原来如此，为了让自己的种过上好日子，顺便以后给自己当摇钱树，就把主家的孩子换走，真是朴素又恶毒的算盘。既然我是你儿子，那顾家真正的少爷呢？他在哪儿？那个废物啊，被我养在地下拳场当沙袋呢，高中都没读完，除了耐打一无是处。如果甄少爷是个像我一样的精英，那我的处境确实危险。但如果是个只有蛮力的打手，也许我正缺一把锋利的刀。带路。去哪儿？钱呢？去见见那位甄少爷。我不做亏本买卖，得先确认货物的成色，才能决定付不付这笔款。妈的，真是个疯子！在他看来，我大概是为了保住地位要去杀人灭口。只要我肯给钱，他才不管那个被他虐待了20年的假儿子死活。刚下车，一股混合着汗臭、劣质烟草和血腥味的浑浊空气就扑面而来。在那昏暗的聚光灯下，我看到了顾野。他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，没有唯唯诺诺，没有死气沉沉。面对2个大力士，顾野的身形在他们面前显得有些单薄，但他那双眼睛亮得吓人，那是被逼入绝境后随时准备咬断敌人喉咙的孤狼眼神。妈的，废物，站起来啊！老子压了你赢，别害我输钱！怎么打这么慢？害老子把刚才赢的都赔进去了！给我，那是给我妈买止痛药的。我站在阴影里看着这一幕，明明拥有一头顶级的野兽，却只会把它当作一次性的沙包，暴殄天物。你是谁？哎呦，大少爷，这就是个贱命，不用给他好东西。你看那钱。看清楚了吗？有些东西哪怕沾了泥，洗洗还能用，但有些人烂透了，就该扔进垃圾堆。想不想换个活法？你是来买我的？不，我是来带你回家，顺便送这个人渣下地狱。当晚，我没有直接给王强钱，而是让他明天去顾家拿。就在他做着发财梦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所有证据发给了刑侦大队的熟人。我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挣，在那个家里，除了利益，亲情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要做的是止损，也是布局。
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顾家大少爷的亲爹。王强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重大诈骗、拐卖儿童、非法赌博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们敢！我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，看着他被塞进警车，转过身，将那个装着真相的 U 盘放在了书房那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上。你说什么？你是那个司机的儿子？顾瑶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顾家的血脉流落在外，受尽苦楚，也意味着顾总您这20年的心血，浇灌在了一个外人身上。他不在乎血缘，他在乎的是继承人。我是他亲手培养的最完美的接班人，而那个亲生儿子是个混混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爸妈，既然真相大白，我没脸再站着这个位置。顾野回来后，我会辞去总裁职务，名下所有股份转让给弟弟。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。说什么胡话！养了20年，就算是条狗也有感情，何况是你？顾家养得起2个儿子，你留下来，帮我好好教教那个野孩子。就这样，顾野被接回了顾家。那天下午，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，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有些格格不入。怎么弄成这副德行？一股子穷酸气。你是来看笑话的？在这个家里，眼泪和拳头都没用，要么你有用，要么你听话。你想选哪一种？我只想给我妈报仇。那就得听我的。想在这个吃人的地方活下去，还要活得好，光有牙齿不够，还得有脑子。我会教你怎么咬人最疼，怎么把那些看不起你的人踩在脚下。如果你骗我，我就先咬断你的喉咙。成交。王强的案子开庭那天，顾家全员出席，说是要让顾野亲眼看着仇人伏法，解开心结。但我知道，这更像是一场作秀，为了展示顾家的雷霆手段。等会儿宣判结束，多看着点他，别出什么乱子。顾瑶，你这个白眼狼，老子生你养你不如养条狗。还有你，顾野，你个天生坏种，杀人犯胚子！你以为你是少爷了？呸！你小时候偷吃狗食的样子我都拍下来了。那个短命的妈也是贱，被我打死都不敢吭声。顾爷，坐下。这一拳，替我妈还你的！去死！去死！别动，老实点！暂停！老实点！混账东西，简直是混账！当庭行凶，无法无天。你是想让顾家成为全城的笑话吗？这种野性难驯的东西，留着就是个祸害。明天我就送你去精神病院，或者随便哪个国外的戒毒所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等等，爸，消消气。
爸，您一直在找能镇住场子的安保主管，之前那几个退役特种兵都太木了。你看顾野，刚才那爆发力、那速度，5、6个法警都按不住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留着这个疯子？不，那是天赋。现在的商场就是战场，只要链子牵好了，这把刀顾家必须留住。更何况，与其让他出去成为别人的刀来捅我们，不如握在自己手里。顾瑶，这是你说的，人交给你，要是再出乱子，你和他一起滚蛋。顾野留下了，但他并不领情。顾父安排他进公司，从基层做起，还要恶补文化课。顾野选择了最直接的对抗方式——摆烂。他在办公室里打游戏，公司高管敢怒不敢怨。顾瑶，你找死！看完第一章，做完课后题，否则今晚没饭吃。老子拳头硬，不看这破书。有本事你把我赶出去啊！拳头硬是吧？那就打一场，你赢了，随你便。我去跟爸说你朽木不可雕，我赢了，你给我乖乖背书。就你弱妻一只，别说我不让你，一只手都能捏死。那就试试。放开老子！你耍诈！这就叫脑子。蛮力不是力量，控制才是。在擂台上，你或许能打死我，但在规则里，我可以玩死你。顾野，想报仇，想把那些人踩在脚下，脑子和拳头你都得有。愿赌服输。从那天起，顾家的画风变得很诡异。白天，我把顾野关在书房里，像填鸭一样给他灌输商业逻辑和金融知识。他学不懂就骂娘，骂完接着学。晚上，顾野成了我的教练，教我街头格斗的脏套路，怎么用牙齿、指甲，甚至环境来取胜。我们在汗水和互阻中建立起了一种奇怪的默契。还有，遇到拿武器的别硬接，先废了他的手。1个月后的家庭晚宴上，顾父突击检查，他扔出一份有问题的财报，想看顾野出丑。这一下，这就是在做假账吗？你看这流水，跟闭密似的，前头进那么多，后头出不来，肯定被人吞了。顾父愣住了，虽然话糙，但理不糙，甚至精准指出了财务总监搞鬼的地方。我端起红酒杯，掩住嘴角的笑意。这头狼终于开始长脑子了。顾野的进化引起了顾父的注意，但他还是觉得顾野身上匪气太重，不够体面。于是他花重金把顾野塞进了本市最顶级的贵族商学院，那里是富二代的聚集地，也是势利眼的温床。顾野因为不懂红酒年份，不会评雪茄，甚至因为穿不惯定制皮鞋而走路别扭，成了那帮20死眼里的笑话。哟，这就是顾家找回来的那个保安啊！哎，天哥牛逼，看这野狗还怎么狂！他记得我跟他说过，现在是蛰伏期，别给家里惹事，别让爸找到借口赶你走。他忍了。顾瑶啊，我是商学院的老师，你弟弟顾野在学校破坏公务，你能来一趟吗？我推掉了1个亿的会议，直接杀到了学校。大家快看啊，野狗就是野狗，给了他好车也不会开。你谁呀？敢摔本少爷的手机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哥，算了，别给爸惹麻烦。顾野，忍耐是为了更好的爆发，不是为了当缩头乌龟。喂，
我是顾瑶，10分钟内截断林氏集团在港口的所有物流线，通知银行抽贷，让他们的股价今天必须跌停。回去告诉你爹，这是利息，学着点儿。对付这种垃圾，动手是下策，要让他们怕到骨子里，就要断了他们的根。明天晚上，你带着顾野去林家登门道歉，必须取得林董的原谅。爽是有代价的。林家联合商会向顾父施压，此时顾氏正处于上市的关键期，顾父为了利益，毫无原则地选择了低头。明明是他们先欺负人，哥是为了帮我。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第二天晚上，林家宴会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鸿门宴。顾董真是好家教啊，教出来的2个儿子，一个敢砸我儿子的车，一个敢断我林家的财路，真是后生可畏啊。顾少，既然是道歉，那就得有点诚意，让我儿子受了惊吓，这杯酒让顾野跪着敬给我儿子，这事儿就算翻篇儿。现在的我们羽翼未丰，翻脸只会前功尽弃。林董说笑了，我是哥哥，管教不严是我的错。这杯酒我替他喝。林董，满意了吗？滚吧！这就是上流社会，我看比黑犬场还脏。哥，你为什么要喝那杯尿？顾野，记住这种感觉，在这个家里，甚至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成为制定规则的人，才有不低头的资格。今天这杯酒，我会让他们用血吐出来。那一夜，我们在深夜的街头达成共识：顾家靠不住，顾父只爱利益，我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，吞掉林家，踩碎这些所谓的豪门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暗度陈仓。我在公司表面上兢兢业业，私下里却利用信息差，在互联网和新能源领域疯狂投资，成立了一家隐形的风投公司。而顾野则彻底释放了他的天性，他不再抗拒学习，但他学的是怎么管理团队。他联系了昔日地下拳场的兄弟，又招募了一批退役老兵，成立了一家高端安保公司。名义上是安保，实际上是帮富豪处理见不得喝的麻烦，收集情报。我们就像2条并行的蛇，在黑暗中飞速生长。我为顾野提供资金和洗白渠道，顾野为我提供商业情报和武力威慑。2年时间，我的隐形资产已经超过了顾氏集团的流动资金。顾野的安保公司垄断了全城的安保业务，连市长出行都点名要他的人。给你一半。哥，我要钱干嘛？管饭就行。这是你的买命钱，也是以后我们的本钱。行，那就先放你那儿。野哥，查到了，林家一直在利用进出口贸易的便利走私违禁品，这是我们拿到的一手铁证。妈的，终于抓到这损子的把柄了！我现在就举报，让林家直接完蛋！现在证据不足，只能抓几个替死鬼。要把猪养肥了再杀。我们要的是林家彻底死绝，永无翻身之地。机会来得很快。顾野大2那年，顾父为了攀附权贵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成年晚宴。实际上，他是想把顾野推销出去。某财阀的千金看上了顾野那身尖子肉，想招个高级保镖兼玩物。哟，顾二少，听说你以前是打拳的，正好大家都在，不如你上去给大家表演一套拳法，助助兴。既然林少想看，小野，你就上去露2手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为了生意，他竟然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众卖艺取乐。这一刻，
我对这个所谓的父亲彻底绝望。既然大家想看戏，那我就给大家看点刺激的。全场哗然，林父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林董，顾野确实不适合表演拳法，但他很适合送你们进去踩缝纫机。这些证据我已经同步发给了警方和各大媒体。林建国、林天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们涉嫌走私违禁品、容留他人吸毒等多项罪名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放开我！不可能！你们怎么敢？你们这群杂碎！放开我！那一杯酒好喝吗？顾父惊恐地看着这两个儿子，他发现自己不仅控制不了我们，甚至已经看不懂我们了。我们站在聚光灯下，一个是掌控资本的狼，一个是撕碎黑暗的虎，双王并立。林家倒台，顾氏集团吞并了林家的市场份额，股价暴涨。顾父狂喜，以为自己生了2个好儿子，顾家要起飞了。小野，现在林家倒了，你也该收收心了，正式进公司接班。我已经给你看好了几家门当户对的千金，你看看哪个合心意，尽快把婚事定下来。我不当商人，我要去当兵。混账！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，要去当大头兵，不识抬举。爸，时代变了，顾家不需要2个只会算计的商人，也不需要听话的傀儡。我在商界开疆拓地，他在军业保驾护航，一文一武，这才是顾家长青的道。哥，等我混个将军当当，回来谁敢动你的钱，我就轰平谁。滚吧，别死在外面。顾爷走后的3年，我手段全开，利用之前收集的把柄，我清洗了顾氏集团内部所有的蛀虫，架空了顾父。顾父意识到大势已去，被我劝退到海外的海岛去钓鱼养老。我正式成为顾氏董事长，商业版图扩张到全球。但我遇到了危机，为了谈一笔涉及国家战略的稀有金属生意，我亲自前往中东某战乱地区，结果遭遇了当地恐怖武装的绑架。我和考察团被关在一个地下牢体里，对方要求10亿美金赎金，并要公开处决我来示威。给你的人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刻把10亿美金打过来，跪下求饶，不然我现在就打爆你的头！我看着镜头依然冷静，甚至整理了一下领带，因为我知道那个人会来。倒数3秒，不开枪，你全家死绝。那是顾爷，他黑了，壮了，脸上多了一道狰狞的伤疤，从眉骨延伸到嘴角，却让他笑起来更加狂野。顾总，这单安保费给你打个8折。迟到了30秒，扣钱。那一刻，世界震惊，顾氏财团与神秘军事力量的联手，让全球商界为之震颤。再也没人敢对我下黑手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我的背后站着一头真正的战争猛兽。半年后，顾家老宅的院子里，2只喜鹊在枝头喳喳叫。这破海岛，蚊子能把人吃了，钓了大半年，一条大鱼都没钓到，我要回去。你就在那儿好好养老吧，别回来给孩子们添乱。
顾总，请问您执掌庞大的商业帝国，一路走到今天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因为我有个好兄弟，我们一个用脑子，一个用拳头，只要我们站在一起，就是无敌的。那一刻，天空中有2只雄鹰盘旋，一前一后，互相守望，就像我们不是被命运捉弄的真假少爷，而是改写命运的顾家双璧。